自从中国展露崛起势头以后，来到中国海域周边进行挑衅的国家越来越多。一向在全世界标榜自由航行的美国军舰，更是印太地区的常客。但是这样的行动并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专利。日前，中国海军就做出一举动，带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日本方面频频爆出挑衅言论和举动，如频频挑战中国底线，对中国大放厥词，还做出实质性的对抗举动。日本接连表示，将在海上几个重要的岛屿上进行军事部署，包括部署对准中国内陆的导弹等。我们向来都知道，日本同美国一样，将中国崛起视为最大的威胁。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，对于日本，我们的容忍度显然更低。在日本接连爆出挑衅举动以后，中国出手。据日本自卫队最新消息称，日前在对马岛西南方向约105公里左右的海域上，日本发现了正行驶而来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。据悉，这一编队是由一艘052大驱、一艘052D 以及一艘903补给舰组成。随后，中国海军的3艘军舰通过了对马海峡，进入了日本海。但从这一编队的构成情况来看，这一穿航事件并不简单。我们知道05型万吨大驱的战斗力是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，其被美军定性为巡洋舰，被认为是全球杀伤力最强的驱逐舰。那么这样一艘舰艇去到日本海域周边，其威慑力自然不言而喻。分析人士认为，05大驱直入日本海是在明摆着告诉日本悠着点，这并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，而是现如今的中国确实有这个能力对日本进行敲打教训。而日本随后的动作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。在中国军舰编队穿航之际，日本出动了驱逐舰以及侦察机，进行各种警戒监视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中国军舰的出现让日本如临大敌。而除了威慑意味以外，中国海军的这一举动更有着深层的意义。以往在面对别国挑衅时，中国只是被动的接招，这被认为是一种防御姿态。而现如今，中国军舰主动出击，威慑挑衅势力，这一变化背后的意义是十分积极的。正如同金灿荣专家所说的那样，中国正在慢慢转向防御与攻击并重的战略。只有主动出击，才能让敌人最直观地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慑，才能打消掉他们挑衅的念头。在8月23号，台媒对外报道称，台当局在近期提出了一个特别预算案，将近2000亿新台币的预算，相当于其每年军费的54%。这种大额度预算引起了外界的普遍关注。随即，就有媒体人员调查发现，这个预算居然是为了加速量产各式的导弹。据台媒透露，台军方面认为两岸局势日益紧张，多次向当局提议要确保台军拥有远程打击的能力。然而，要求归要求，但能不能做到却是另外一码事。有岛内议员就曾经指出，台当局在6月中旬因为缺钱，大举贷款了2600亿元，如今要折腾2000亿的贷款买导弹，这相当于台当局欠台湾省所有人一人27万。有观察人士就指出，自美国多次插手台海以后，两岸关系就快速紧张化，但这个阶段台当局的捞钱手段还没有那么激烈。然而阿富汗问题以后，事情就发生了明显变化。就以这次要买导弹来说，这批导弹即便推进顺利，也至少需要3年左右，而真正服役和使用形成战斗力，这也都已经是8、9年后的事情了。而且台湾岛就这么大的地方，没有任何战略纵深，这些导弹阵地部署也就那么几个军事基地，这都是两岸都清楚的事情。以大陆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来说，台军手里这多几百枚和少几百枚的导弹没有任何区别，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给我军未来清理战场残骸增加工作量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台当局很明确地声称，这些导弹将以进攻性为目的向大陆地区发射。可以说，这就已经踩在了中国所有人民的底线上。如此疯狂行为，不光不会让两岸关系缓和，反而会让两岸彻底走向敌对。台媒经常喜欢把岛内2300万的民意挂在嘴边上，但却对大陆14亿的民意避而不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也有分析人士怀疑，台当局不可能不知道，所谓量产导弹强化对大陆威慑，不过是一个说给岛内民众听的一个遮羞布，说那些风言风语就是想装糊涂，本质上是为了巧立名目，趁着还没被清算，能捞一笔是一笔。等我军真动手了，第一时间卷钱跑路。如此大规模的举债行为，不过是台当局准备逃跑的信号而已。近日，拜登突然放出来一个大炮，盛赞了美国现在的副总统哈里斯，亲口说出我们很快就会迎来一位女性总统。这话一出，立即有不少人开始猜测背后究竟有什么意义，是否意味着拜登要辞职，所以推哈里斯接任美国总统之位。之前一直叫嚣着要参选下任总统的特朗普，是不是又成了炮灰？说实话，这话放的着实令人惊讶，毕竟信息量太大。记得在拜登刚上任的时候，特朗普放话要参选下任总统，结果拜登当即回了句也会继续参选。那时候拜登可谓是风光无限，结果这才几个月，拜登就明确暗示下任总统人选，表示很快就会迎来第一位女性总统。这个很快究竟有多快呢？拜登真的快要辞职了吗？
值得一提的是，之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竞选委员会主席斯科特提出了一件事，直接用宪法第25修正案罢免拜登，也就是说，拜登很可能不是辞职，而是被直接罢免。我们知道，美国总统被弹劾是会下台的。之前特朗普遭到弹劾，当时美国内部就是希望用弹劾让特朗普下台，只是没有成功而已。而今看来，美国这是连弹劾都不想用了，直接用罢免。说实话，美军撤离喀布尔在美国确实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甚至直接让白宫内部疯狂甩锅，就是为了不负这个责任。当然，主要是拜登不想承认这是自己的失败，而美国军方却觉得这就是拜登的失败，不接受奇特解释。所以前几天，拜登前脚说美国人在喀布尔很好，没有遭遇挨打，后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跳出来打脸拜登，直接在电话会议中指责塔利班殴打美国人的时候，当时就有分析人士表示，美国要乱了，拜登很有可能要被迫辞职。可惜没想到这回可能不是辞职，而是被罢免。其实这样说起来，这件事原本不至于这么严重，但是有消息却表示，在喀布尔出事的这段时间，拜登还抽空出去度了个假，并且明知事情的严重性，却还依然休息了1天时间，然后一出来就找军方的麻烦，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闯祸后不积极收拾烂摊子，反而躲了出去，也难怪拜登自知要下台，所以直接推人上位。不过按照美国的宪法第25修正案，如果副总统以及大多数内阁成员都认为总统无法履行权利和义务，那么经过国会后，副总统就可以立即接任。拜登突然公开推哈里斯，说不定中间就有些什么机密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就相当于是拜登直接退位，哈里斯不需要经过竞选就能成为美国的第1任女性总统。不过如果哈里斯真的接任总统之位，印度要飘是肯定的，并且美国局势也要紧张了。毕竟说叫嚣了半天的特朗普依然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这还能乐业？而且哈里斯也不是什么好杏儿，再加上拜登可能会掺和进来，美国之后只能是结局难定。17日，东部战区直接公布要在台西南、东南方向军演，整整3天3夜72小时的激烈演习，着实让岛内吓得不轻。有岛内媒体也不知道从哪个旮旯里找了份奇奇怪怪的资料，说什么为增强人民群众自我防护以及救灾防灾之类的意识，有市应急局相关部门制定了家庭物资储备建议列表，而这或许和解放军各军种综合演习有关等等。先不说这救灾和军演究竟是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联系，但是单看整个新闻，意思就很明显了。岛内媒体在起哄解放军演习是为了解放台岛，所以才会给出减灾防护的储备物资方案之类的。那么事实是否真的会如岛内所愿呢？这就要看看解放军最近的动向了。23日，海事局网站上更新了好几条禁航信息，从丹东到烟台，再到广东南海，解放军直接点名要在这些海域上进行实弹射击、水上射击、军事训练，而且这几个地方正好位于渤海、黄海、南海海域，也就是说，这次解放军在同一天直接公布了3大海域的军事演习。虽然解放军演习是常态，特别是在如今多方面都不太平的情况下，演习就更加频繁了。但是这种同一天3大海域公布演习的情况却并不多见，大多数都是在情况紧张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强烈公布的。更何况在解放军公布这次演习之前，在18号、20号等时候也公布了好几次演习，并且明确强调是实弹射击军事任务。这些虽然明确指向的表示是针对岛内，但是如今岛内接连勾结外部势力，直接把解放军的多次警告当作没听见。所以这次多方向集中进行实弹射击演习，为的是什么，自然也就都清楚了。更何况解放军刚刚在台岛附近进行了长达72小时的演习，这回演习次数在短时间内如此猛烈增加，难道不是正如国人所说的真打意味十足，统一或将临近了一样吗？要知道，就在解放军公布在台西南演习之后，岛内依然胆敢在美国的怂恿下，扬言要用2000亿元量产源头导弹，甚至因为没有这么多钱举债也要这样做，这是何等猖狂！所以这次解放军如此密集的军演，就有分析人士表示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意向性明显，完全可以说是在直接下猛料，也是要光明正大的告诉岛内，解放军收拾你有的是大招，这些演习随时能够开到台岛附近，到时候就知道什么是不能碰触的红线了。而且就在这几天，解放军军机天天的前往台岛巡逻，岛内也每天精准的发稿子说解放军接连巡台第几天。到23日已然到了第8天，从海上演习到军舰巡逻，解放军如此频繁的动作，无疑都是带着强烈的警告意味。或许岛内还真的就会在某一天求人得人也说不定呢。